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橘子，感谢大家又准时守在我的频道前头。咱们这个频道从来不教那些要跑遍高级超市，花大价钱买进口锅具才能做出来的网红菜。咱们只聊一件事儿，就是怎么用最少的钱、最短的时间，让全家老小吃得舒坦、吃得健康。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厨房硬道理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橘子必须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讲。只需要一口普通炒锅20分钟，您就能同时端出3样硬菜：一碗酱色浓亮、喷香扑鼻的台式卤肉燥，几颗外皮油亮、内里入味到淡黄的黄金卤蛋，外加一大盘脆的发亮、完全不发黑的清爽地瓜叶。这3样东西往饭上一浇，保准您家孩子埋头扒饭，头都不抬，老伴儿一边嚼一边竖大拇指。而且从头到尾，您只需要洗一口锅。如果您现在刚拖着一身疲惫到家，站在灶台前发愁今晚吃什么，又不想洗一堆锅碗瓢盆，那您可算是来对地方了。橘子接下来要手把手教您的这套方法，叫做一锅到底并行法。核心就8个字：先煸肉，后进蛋，末了焖菜。只要您把这个顺序吃透了，晚餐这件事儿再也不用发愁。听到这里，如果您也曾经因为做饭太累而忍不住点外卖，或者每次炖的肉燥总少点意思，烫出来的青菜黑乎乎没食欲，那橘子恳请您先别急着动手，先在评论区给我打出4个字：一锅搞定。别小看这4个字，这是您对自己的一个承诺，也是对全家人那顿热乎饭的一份郑重其事。打完这4个字，您心里就有了底气。接下来跟着我一步步操作，绝对不会走弯路。如果您是头一回刷到橘子的频道，记得顺手点一下订阅，再把旁边那个小铃铛按亮。橘子每天都在这里守着，用我攒了几十年的灶台经验，陪您把柴米油盐的日子过出滋味来。好了，咱们正式开讲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咱们在家做顿饭总觉得手忙脚乱、费时费力？明明也就3、4个菜，怎么折腾下来1个多小时都打不住？肉是肉的味儿，菜是菜的味儿，怎么吃都不如街边面摊老板端出来的那碗有层次。好多老邻居跟我诉苦，说橘子呀，我这料也没少放，步骤也没偷懒，可做出来就是差口气。其实问题的根子不在手艺，而在思路。咱们绝大多数人做饭都是一道菜一口锅，一样一样来，烫完菜洗锅，炒完肉再洗锅，最后还得另起一锅煮汤。这种线性做法，每换一次锅，灶台上的热量就白白散掉一次。橘子跟您讲一句大实话，厨房里的热能和蒸汽如果不能循环利用，那就是在烧钱烧体力。街头那些卖了几十年切仔面的老师傅，一个人看3个灶眼，出餐速度快的吓人，味道还特别融合，靠的就是把油脂、余温、蒸汽这些东西在同一口锅里反复调度。所以今天橘子要带您彻底打破3个菜必须分3口锅做的旧观念，把它们通统塞进一个物理循环里，一次搞定。为了把这套方法吃透，橘子前些年专门去台北几家老字号面摊请教，有位卖了40多年切仔面的老掌柜，看了我以前大动干戈的做法，心疼的直摆手。老人家跟我讲了3句话，我到现在都刻在脑子里。他说，卤肉燥不能光靠炖，得靠煸；卤蛋不能光靠泡，得靠浸；青菜不能光靠烫，得靠焖。这3个字，煸、浸、焖，就是今天这套一锅3件套的全部精髓。说白了，就是对时间做精准切割，对每样食材的物理脾气做深度顺应。听起来好像很玄，其实操作起来一点都不难。您往下听，橘子一步一步给您拆解。第1步也是整锅菜的灵魂根基，就是那碗卤肉燥。很多朋友图省事儿，直接买超市现成的鸡膝绞肉，或者挑全瘦的里脊来做。橘子直说，这是外行做法。
想要肉燥香浓不柴，比例必须讲究3分肥7分瘦。您到肉摊上跟老板说要1块前腿肉，再搭1小块带皮的五花，这个带皮是关键中的关键。猪皮在慢炖过程中，胶原蛋白会一点点融进汤汁里，让整锅卤汁变得粘稠挂嘴，那种醇厚感靠淀粉勾芡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肉买回来千万别偷懒，用绞肉机打，机器一绞，肉的纤维全断了，吃起来是一团糊，没嚼劲。您就拿刀一刀一刀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丁，手切的肉丁才有咬下去一粒粒分明的颗粒感，这是好吃的物理根基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动作，我管它叫干煸逼油，注意锅里不放一滴油。您把锅烧热，擦干水分，直接倒入切好的肉丁，开中火，不停翻铲。一开始肉丁会从粉红变成灰白，紧接着您会看到白烟冒起来，那是肉里的水分在蒸发。继续翻，大概2、3分钟之后，锅底会传来滋滋的响声，那就是五花肉里的猪油被逼出来了。您再耐心炒一会儿，等肉丁边缘微微焦黄，透出一层金色的光泽，这时候美拉德反应已经到了最佳状态。什么叫美拉德反应？简单说就是蛋白质和糖分在高温下发生的化学变化，它能释放出一种深层的焦香的复杂的香气，这股香气才是肉燥让人欲罢不能的秘密武器。这一步做好了，后面全顺；这一步偷了懒，后面全白搭。猪油逼出来以后，咱们马上请出台式肉燥的灵魂配角红葱头酥。在咱们台湾人的灶台上，没有红葱酥的肉燥等于没有灵魂的躯壳。您把红葱酥连同1小块冰糖一起丢进锅里，为什么非得用冰糖？因为冰糖在高温下产生的焦糖色最干净最纯正，甜味也温润绵长，不像白砂糖那么冲。翻炒到每一粒肉丁都裹上一层亮晶晶的琥珀色，这时候淋入适量生抽，再点几滴老抽调色，沿着锅边画一圈米酒，别直接往肉上浇，酒精遇热迅速挥发，会把最后残余的腥气一并带走，留下的只有纯粹的酒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的醉人味道。第二步，趁着卤汁翻滚的功夫，咱们马上请出全家老小都抢着吃的黄金卤蛋。好多老邻居跟我抱怨过，橘子我卤的蛋死活不入味，外头一层酱色，咬开里面还是白花花的，跟没卤过似的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出在蛋白太汁密，卤汁根本渗不进去。橘子教您一个大厨级别的小窍门，叫3刀浅化，重盘压进。您先把提前煮好剥干净壳的鸡蛋拿出来，用小刀的尖头在每颗蛋的表面轻轻划上3道口子，不用太深，穿透蛋白表层就够了。这3刀破坏了蛋白的物理屏障，等于给卤汁开了3道高速通道，靠渗透压的力量，咸鲜味就能快速钻到蛋黄里去。化好之后，把蛋滑入正在咕嘟的肉燥锅里，然后重点来了，您找一个比锅口小一圈的盘子，结结实实的压在鸡蛋上头。为什么要压？因为鸡蛋比卤汁轻，不压住它就会浮起来，露出水面的那半边上不了色，入不了味儿，最后出来花花白白的，不好看也不好吃。压住之后转成中小火，让它在肉燥的浓汁里安安静静焖上15分钟。这段时间里，表面那层猪油会像一床被子一样把鸡蛋裹住，做出来的卤蛋外皮棕红油亮，弹力十足，一口咬下去，蛋白是 Q 的，蛋黄是沙的，每一口都浸满了肉燥的咸鲜。15分钟一到，肉燥已经收汁浓稠，卤蛋也入味入透了。这时候轮到咱们的第3件套登场，那盘让人眼前一亮的翠绿地瓜叶。好多阿姨妈妈一提烫青菜就头疼，说这地瓜叶太娇气，碰一下就氧化发黑，大锅水一滚下去，捞出来黑乎乎一滩，看着就倒胃口。
橘子今天教您的这招叫油封蒸汽焖，道理其实一点就透。您看看锅里肉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炖煮，汤汁表面浮着的是什么？是一层厚实的天然猪油。这层猪油就是咱们给地瓜叶保色定律的天然武器，您根本不需要另起一锅水，把洗干净、控干水分的地瓜叶大把大把直接铺在肉燥和卤蛋上面，注意是平铺，不要搅，不要翻，盖上锅盖，火稍微调大一格。这时候锅底翻滚的卤汁会不断产生高温蒸汽，蒸汽往上冲，裹着猪油的香气，一下子就把地瓜叶给蒸熟了。地瓜叶最怕泡在水里煮，一煮纤维就垮，颜色就暗。但用蒸汽焖60到90秒就能让叶片细胞壁软化，同时猪油的油脂分子会均匀附着在叶片表面，形成一层极薄的保护膜，把氧气隔绝在外。所以您掀开锅盖的那一刻，会看到地瓜叶绿的像打过蜡一样，鲜亮的不可思议。用锅铲利索的把地瓜叶和底下的肉、燥、卤蛋拌在一起，菜吸了肉的香，肉沾了菜的鲜，三样东西水乳交融，这才叫真正的一锅出三味。讲完操作，橘子再跟大家聊聊地瓜叶的养生价值。这菜在咱们台湾被叫做长寿菜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它的叶黄素含量极高，对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保护眼睛特别关键。维生素 A 的含量也非常可观，对脾胃调理大有好处。可问题是，叶黄素和维生素 A 都是怕高温、怕水泡的娇贵营养素。您要是还用老办法，大锅白水一滚，好东西全跑到水里倒掉了。而橘子教的蒸汽焖法，接触时间最短，油脂又帮着锁住了细胞里的营养，保留率比水煮高出一大截。咱们做主妇的手里握着的不只是一把锅铲，更是全家人的健康命脉。同样一把青菜，方法对了，吃进去的是养分；方法错了，吃进去的是纤维渣。这笔账值得好好算。这一套流程走下来，从下锅到出菜，满打满算20分钟。您把这一大锅端上桌，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，红润的肉丁，琥珀色的卤蛋，翠绿的地瓜叶，光是颜色搭在一起，就已经让人口水直流了。小孩子拿勺子往饭里一拌，呼噜呼噜几口就见底。老人家慢慢嚼着软烂入味的肉丁，满脸笑意地说一句：今天这饭香。就这一句话，比什么奖金、什么夸赞都让人心里暖和。这种身为一家人的掌勺人，守护全家胃口的成就感，是外卖和餐厅给不了的。但是橘子必须在这里大声提醒大家几个新手最容易踩的坑。第一，炖肉燥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能中途加冷水。好多朋友炖到一半，发现汤汁少了，随手接一杯凉水就往里倒，这一激，刚刚炖软的肉纤维会像橡皮筋一样瞬间收紧，再怎么炖都回不来了。如果必须补水，一定要用滚烫的开水，顺着锅边慢慢加。第二，盐不要下手太早，肉燥本身有生抽的咸味，地瓜叶最后也要跟卤汁拌在一起。如果一开始盐放重了，到最后那盘菜就会咸得发苦，整锅全毁。正确的做法是全程少盐，出锅前尝一口再微调，宁可淡一点端上桌，让家人自己添，也别一锅咸到底。第三，地瓜叶焖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2分钟。蒸汽焖法之所以好用，靠的就是快，超过2分钟，叶片照样会塌，照样会变色。前面的功夫就全白费了，1分钟到1分半，掀盖翻拌出锅，手要快，心要准。咱们现在来把今天的全部要点清清楚楚过一遍。第一，打破分锅做菜的旧习惯，用一锅并行的思路，把热量和蒸汽循环利用起来。第二，肉燥必须用手切丁，3肥7瘦，带猪皮，干锅煸炒，逼出自身油脂，等美拉德反应的焦香出来再调味。第三，红葱酥和冰糖是台式肉燥的灵魂搭档，缺一不可。
第四，卤蛋要划3刀，用盘子压实浸没，靠渗透压让味道从外到内渗透。第五，地瓜叶不另起锅，直接铺在肉燥上面，用蒸汽焖60到90秒出锅，猪油锁色锁营养。第六，全程不加冷水，盐在最后补，地瓜叶限时2分钟内搞定。第七，选材认准温体猪肉，当天现摘的嫩地瓜叶，纯正的红葱酥，食材底子好，做出来才对味。橘子反复讲这些细节，不怕您嫌啰嗦，我就怕大家看了个大概就急着上手，结果猪油没逼透，蛋没压住，叶子焖过了头，好好的食材全糟蹋了，那才是最叫人心疼的事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橘子，肉燥里能不能加点香菇、虾米，换换口味？当然可以，但您记住一个原则，不管加什么配料，都必须跟肉丁一起下锅干煸。香菇和虾米自身含水量不低，如果不先把水汽逼出来，直接扔进卤汁里，它们的味道就是各管各的，融不到一块去。煸透了再合炖，香气才能合二为一。还有，如果肉燥一次做多了吃不完怎么办？橘子教您一招，隔天拿出来加点热水和几块嫩豆腐，小火一焖，就是一碗先掉眉毛的肉燥炖豆腐，配白粥拌面条，怎么吃都香。剩菜不是负担，是第2顿美味的起点。勤俭持家不是让家人吃的寒酸，而是让每一分钱花出去的东西都能被用到极致。说到最后，橘子想跟大家掏几句心窝子的话，咱们每天围着灶台转，洗菜、切肉、刷锅、擦台面，日复一日，看起来平淡无奇。但你想想，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安安稳稳吃顿饭，桌上有荤有素，有红有绿，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福气。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而厨房就是咱们最好的修炼场。当您学会了干煸碧油的耐心，懂得了蒸汽焖菜的分寸，掌握了滑刀入味的巧劲儿，您就不只是在做饭，您是在用科学和智慧守护这个家。做人像肉燥，有肥有瘦才有滋味，做事像卤蛋，外表温润，内心扎实，过日子像地瓜叶，经得住高温，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本色。物价再怎么涨，日子再怎么忙，只要咱们手里有这些化繁为简的真本事，心里就有底气，家里就有最稳的支撑。珍惜锅里的每一颗蛋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粒肉丁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咱们自己的劳动果实。用心对待它们，它们就会用最好的味道来回报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内容实实在在帮到了您，解决了您下班做饭手忙脚乱、菜做不出彩的老大难问题，请一定给橘子点个赞，也请您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那些天天辛苦操持家务的亲朋好友，也许就是您随手的一次分享，就能帮一个家庭找回围桌吃饭的那份快乐。最后再叮嘱一遍，明天进厨房记得先煸肉，记得给蛋划3刀，记得最后焖青菜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橘子，3餐4季永远做您的厨房后盾。只要心里有爱，手上有方法，灶台这方寸之地就是咱们最广阔的舞台。好了，橘子真的要去给家里人做饭了，祝大家胃口常开，身体康健，日子红火，平安喜乐。记得回来告诉我，您做出来的3件套，家人给打几分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